大家好，今天来聊一聊比特币逆向指标到底了吗？这两天下跌，感觉巨鲸是在继续买入囤积这个比特币。那这个位置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反正2年之前的利润我还是一样，没有30万美元，坚定不会卖出。但是新进场的朋友，等下来聊聊什么时候可以买。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这两天下跌，上一次有教大家的一个方法，也就是我们看这一个全网爆仓的数据。如果连续2天爆仓数量大增的情况下，你要去做多，应该参考主力把多单给爆仓超过15亿美金。就像之前的这一条黄色的线，当时价格是跌到 75K， 交易群上面反正 75K 也是跟朋友们讲，以及 YouTube 视频也是跟大家提醒，我是继续在做多，因为当时是连续2天这个，也就是这一个爆仓的数量，多单是超过15亿美金，所以逆向的交易方法，或者是再参考一些其他的指标，往往主力如果价格要往上拉抬的情况下，它不能让车子太重啊，或者是前几天的时候，当时比特币跌到112000美金，也就是这个黄色的低点，也是有跟大家提醒，有可能这个位置逆向指标，它当天是爆仓了接近9亿美金，然后加上第二天的这一个数量是接近15亿美金，有可能112000美金的低点，也就是之前的这个高点。它跌到这个位置，现在涨上来，那这2天下跌，可以看一下昨天的这个爆仓数据是又接近9亿美金，那这个位置逆向指标比特币跌到底了吗？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还是一样，我们再来聊一下，也就是这个箱体前面的这个盘整区，比特币主力当时是挖了一个陷阱，也就是这个低点，它是接近前面的这个高点的支撑，现在涨上来的话，主力最近几天的这个蜡烛，我想再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当时从这一根蜡烛开始判断，这个位置有一点不太对劲啊，所以是跟大家讲10万美元以上的比特币，有些新进场的朋友也是在问我，不过我的观点是10万美元以上的比特币，也不是反对你们去买。但是我的观点是，你要控制好自己的头寸啊，包括一些山寨币。那现在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2天的比特币，它目前的蜡烛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一根下跌，感觉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这一个是主力鲸鱼的钱包群。昨天的这个数据，我感觉我们要多加去关注啊，它这边是转入了3900多枚，所以这个下跌是不是主力已经开始在这个位置维稳？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目前交易所比特币钱包的余额，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其实这个绿色的线，交易所的比特币钱包余额，它还是继续创出这一个历史新低啊。就是最近虽然是没有一些资金把比特币从交易所里面提到自己的钱包，但是基本上它还是在这条线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上一次比特币在这一个接近10万美金的这个盘整区间，当时是有跟大家提到，也就是有一个现象，价格在10万左右的时候，这个交易所的比特币是创出新低，但是突然间在这个10万美金附近，有一些比特币是突然转到这个交易所，也就是交易所里面的比特币余额它是增加的，增加有可能就是有一些短期的交易者，他转到交易所里面去买，然后后面比特币价格是下跌，所以昨天一根很长的或者是红色的 K 线，有一点像那一个镰刀砸下来，但是距今是买了3900多枚，而且我们看一下下跌的话，交易所里面的比特币钱包余额它并没有增加，所以我们再回到比特币日线的图表，短期我们尽量先观察吧，前面这2根 K 线超短线的支撑，这2天是在支撑，但是上面这一根蜡烛有一点像那一个砸刀或者是空头吞噬，上面是有一点压力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图表，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的逆向指标，也就是周线里面的这个 RSI 指标，可以观察一下它自2022年当时 15K 的底部涨上来，25K 的底部
就是这个位置 ，RSI 指标是跌到40，然后50K 的这个底部 ，RSI 指标也是跌到40，75K 的底部 ，RSI 指标也是跌到40。那这2年多这3个位置交易群上面，反正几次都是给了几笔单子。那这一次我也判断不准它价格到底会不会再下跌，或者是这个位置为什么希望朋友们控仓。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吗？你去观察一下日线的那个 RSI 指标，它虽然是趋势已经突破，但是前几天是有跟大家讲过，也就是它周线里面的这一个 RSI 指标，一个低点，2个低点，你看一下，就是在这个位置，它的趋势就已经被跌破了，所以这个位置目前的趋势它还是存在的，但是 RSI 指标它是有一点领先的作用啊，因为我们看一下，比如说当时这个位置的盘整，一个高点、2个高点、3个高点，然后在这个位置突破的时候，你对应的一根蜡烛，也就是这一根多头的吞噬，在这一根是不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买点？以及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在50K 到53K 左右的时候，交易群上面也是通知朋友们做多。可以看一下它在这个盘整区间 ，RSI 指标是有领先的作用，一个高点、2个高点、3个高点、4个高点。那我们移到这一个趋势突破的位置，是不是也是一个多头的吞噬？上去你去追，或者是压回来，就是这几个位置。后面不是也有利润？那以及我们看一下非常传奇的，就是当时交易群当时是在这个位置 26K 通知朋友们，我拿了$1000 100倍做多，而且是免费通知朋友们，$1000我就赚了超过30万美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Discord 交易群这一个免费的小组，也就是2023年的10月13号这一笔免费的多单建议 26.6K 去做多，止损 26.4K， 但是价格是没有跌破我的止损，包括我自己是拿了接近$1000，或者是赚了超过30万美元，而且这一笔记录是都没有编辑过，如果有编辑过的话，会像这一个记录，它会显示已编辑啊。然后我们再回到比特币周线的这一个 RSI 指标，或者是下一步的买点要怎么判断？其实有2个哦，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周线里面它有时候跌到40，当然我不确定它这一次趋势是已经跌破了，那真的会不会再回到这个事实，我也不确定，有可能50会不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啊？以及我们看一下，其实你也可以去观察，如果下一步还有这种，比如说 RSI 指标，它目前到底会不会继续往下降？下降的时候，如果下一步再突破这个趋势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下一步，或者是就像这几个位置，非常非常重要的买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图表。既然比特币在盘整，或者是以太坊昨天提到的一个支撑，你尽量先观察吧。以太坊大约是在4350到4360附近，这2个高点的位置有没有可能是短线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短线的支撑，有些朋友也是在讲这一个0.22的低点，有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或者是昨天有提到的另外一个支撑，也就是0.21左右。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